风水学中派别五花八门，技法层出不穷，而其中最简单有效的流派叫做金锁玉观。我更喜欢它另外一个名称，它叫过路阴阳。什么是过路阴阳呢？就是指你只要路过某个地方，无需罗盘就能判断吉凶祸福。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大家好，我是太虚。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将用最简单、最高效、零基础小白都能学会的方法，教大家如何在短时间内改造自己家里面的风水，帮助我们在生活事业上都能顺心如意。当然，你也可以学习这套方法，在同学、同事、朋友之间吹吹牛，所谓的7分命理不出门，3分风水走天下。看完这个视频，足够你成为朋友圈中的风水大师。首先，我们要理解金锁玉观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沙水。那么什么是沙水呢？一言以蔽之，高1寸为沙，低1寸为水。沙水的布置实际上就是通过高低差异实现能量的调控。沙是调动能量，水是吸收能量。简单来说，沙它就是高大的、稳重的、固定的、发热的东西。家中的沙称为内沙，比如说衣柜，比如说冰箱、灶台、佛龛、桌子等等。在家外面的沙叫做外沙，比如说高山、高楼、电线杆、烟囱、水塔等等。水它代表说低矮、流动的东西，在家里面的水称为内水，比如说鱼缸、厕所、过道。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带游泳池的，在室外的水就属于外水，像水沟、小溪、土坑这些，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街道。那么另外呢，沙和水是相对而言的，并不一定高的地方就是沙，低的地方就一定是水，它指的是一个相对的高度概念。举个例子，甲栋楼有30层高，乙栋楼有20层高，你住在甲栋楼的15层，那么乙栋楼对你来说还是沙。你住在甲栋楼的30层，乙栋楼对你来说就是水。或者再举个例子，你家南方有座山，原本应该叫反局，对吧？但是北方有座更高、更雄伟的山，那么这个影响就会被消除，因为相比北方的山，南方的山就更像是水的概念。那么了解完沙水的基本概念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自己家的沙水布局。简单来说，什么地方应该是沙，什么地方应该是水。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后天八卦方位以及沙水的对应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沙所在的方位是坎、震、巽、坤，也就是北、东、东南、西南；而水所在的方位为乾、艮、离、兑，也就是西北、东北、南、西。沙在沙应该的位置即为吉沙，此局为正局。沙如果在水的位置就叫凶沙，此为反局。反过来，水也是这样，分为吉水跟凶水。那么沙在沙的位置，水在水的位置就可以了吗？并不是。这里有个概念叫秀沙秀水，还有个恶沙恶水。恶水简单来说，比如说你家里面的南方位置，它代表的是厕所。原本厕所的五行属水，但是这个厕所又脏又乱又臭，你上厕所从来不冲水，那么它绝对就是个恶水。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风水它是讲究颜值的，你哪怕沙水反局，只要弄得足够干净漂亮，问题也不会那么大。另外，风水肯定不单指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包括家外面也是包含的。我们一般认为，方圆500米到1000米之内的风水布局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我家西边有一座喜马拉雅山，那个是重沙，距离那么远。那么，如果你家正北方向应该是沙的地方有个很大的水坑，并且常年发臭腐烂，那会怎么样呢？总不能自己去治理吧。那么这里有2个方法，第一就是在家里面硬调先把自家屋里的情况给调理妥当。这第2点就是风水学问里最根本的诀窍了，那就是跑，换个地儿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具体该怎么去调整呢？咱们一件一件慢慢说，按重要的程度来排。首先，最重要的是坎离线，排在第2位的是艮坤线。接下来轮到的是震兑线，最后压轴的是乾巽线。大家看这里就能发现，每个卦位上面标注的数字，其实就是河图洛书里对应的那些数字。24为肩，68为足，带9履1，左3右7。所以这个数字的差距越大，这条沙水的影响呢就会越明显。我们之前提到过，沙水就是高低能量的差别，这是第1点。第2点就是我们正好处在九子离火的这个大运当中，所以坎离线的重要性非常的高。首先我们就先讲一下坎离线。
首先离卦，离卦是正财卦，它不代表偏财啊，是实实在在的正财。离卦在南方啊，为朱雀。南方一般来说一定要平坦宽广，视野非常开阔，一眼望不到边，是不是？所以离卦实际上象征着你的前程、未来、远景。如果你家的离卦位置很好，那么你的未来就会比较光明灿烂。所以离卦需要搭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水，而且是秀丽的水。当离卦行运至秀水方位时，家宅之中，特别是男主人，便容易成为一位能发正财的人。好比在公司里步步高升，做到公司董事长，或是成为经理，做正经的生意，能够赚到钱财。尤其那些带有销售性质的工作，这个离卦就显得特别重要。另外呢，对于男主人来说，离卦弄得漂亮，还能娶到心仪的女子，或者让自己的老婆变得更好、更优秀。因为离卦本身就代表中女，中女不单是指二女儿，也代表中年的女性。其次，离卦里面是不是有个午火为4桃花？所以离卦走秀水，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对于自己的伴侣来说，他也会有增益，对吧？那么离卦如果走杀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了。首先，离卦本身主血液、眼睛之类的心脑血管，如果再走杀的话，就是火上加火嘛，可能会引发一些身体健康上的毛病，比如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争斗、血光、口舌、是非等等麻烦。那我们金锁玉关为什么又叫过路阴阳呢？因为古时候你从一个地方路过，连罗盘都不用拿出来，你就能判断出这地方的吉凶。比方说，你路过一个农村的宅院，看见南边有个大烟囱，你就知道，可能有血光之灾，有争斗口舌。那么容易发生在谁身上呢？中年的女性，或者是二女儿，以及他们的家庭。包括什么？包括丙、午、丁，也就是说属马的，还有跟属马相冲的属鼠的，以及丙火日干和丁火日干都会受到波及。那么再来看看应验的时间，刚好流年碰到什么丙申年、丙午年也就是2016年或者2026年，你就可以上门去讨债了。上去就直接问，你家二闺女是不是今年出了什么状况？人家啪一下直接就去拿钱了，所以叫过路阴阳嘛。好，所以离卦尤其不能走杀。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坎卦。坎为北方玄武靠山之意，所谓的藏风聚气，实际上是靠北方的一个大山啊。一方面挡住北方来的冷空气，二是来留住南方吹进来的暖风啊，这样居住环境它就很舒坦嘛。坎卦为财库卦，那什么叫财库卦呢？你会赚钱没有用啊，守得住才是你的。而坎卦就是帮助你守财的，对吧？所以坎卦一定要走杀。讲一个都市传闻哈，道听途说，现在很多的商品房北方它都是厕所坎卦是厕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开发商要把你赚的钱让你再吐出来，不会让你大富大贵，会让你赚点小钱，然后用来还房贷养资本，对吧？那么同时呢，坎卦也叫劳卦，坎卦如果不漂亮的话，就会事倍功半，忙忙碌碌就会没有贵人扶持。但是坎卦走水不一定会穷哦。如果你的职业是需要资金流动比较大的那么坎卦走水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做贷款的嘛，对吧？你的钱要进来再出去才能赚嘛，对吧？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经常走动，也很适合。同样可以走水运，比如空乘人员，像空姐、空少。接下来我们聊聊艮坤线。艮坤线也被叫做鬼门线。为什么叫鬼门呢？天门地库，坤为地，艮和坤都属于土。之前讲八字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土是五行中最复杂的。那么艮坤线实际上和复杂的地气息息相关，而地气又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睡眠、精神状态等等方面。如果艮坤线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比如睡不着、失眠多梦、梦魇、白天没精神、恍恍惚惚、脑袋不清楚，甚至见鬼精神病的问题。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坤卦。坤卦为库卦，也是女主人的卦象为母体卦。一般来说，家中的女主人是要管钱的嘛，你要在这家里面女主人没把钱管好，70多岁还要出来开演唱会。而且坤卦主静，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吵闹，不要放音箱什么之类的。另外坤卦还主一个资金的回笼，比如说坤水，比如说西南方有一个大坑，那么你的钱就非常容易被人家白占。比如说搞设计的，人家给你设计完，然后尾款不给你结，或者老板整天白用你，让你加班所以说坤卦最好走杀，它不要走水。但是如果你是开商场、开超市的，那么坤卦就不能走杀这样非常容易让你东西卖不出去，对吧？
另外，坤卦为女主人的卦位，坤卦漂亮的话，女主人会贤惠持家，能管钱，自己也会很优秀。那艮卦呢？艮卦也叫胎卦，也叫子孙卦啊。艮代表的是你第一阶的东西啊，你的员工、你的下属以及你的普通顾客啊。高端的客户要看乾卦，普通的顾客要看艮卦。那么艮卦，首先第一点，千万不能是厨房。厨房这个东西，你在其他地方什么卦位都还好，但是艮卦上面非常不建议，因为厨房本身有刀象啊，家庭大部分刀啊都在厨房，对于子孙后代非常不利。其次，艮卦的建议还是要走水，如果走沙的话，下属会不服管教，客户也会变得刁难。比如说你开个淘宝店，每天1半以上的订单都给你仅退款，对吧？那么如果艮卦搞得漂亮的话，小儿子啊就会从小比较聪明，比较乖，学习能力较强，品学兼优。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如果家里有刚出生的小宝宝，然后宝宝又特别爱哭闹，怎么哄都哄不好，可以在艮卦上面摆一盆水，然后旁边开个风扇对着吹，或者有空调的开空调让他吹，小孩子就比较不容易哭闹。接下来是正对线，正对线其实就是东西线，这个代表着你家里人的能力和运势。正卦象征着长子，对卦代表着少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传宗接代，要好好培养继承人，所以这个正卦就是你的接班人、继承者。正卦也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兴衰，代表着阳刚之气，也象征着家族中的男性力量，包括事业心、能力和责任感。所以正卦出问题的话，男人就顶不上用场，家庭就支撑不起来。那么正卦它又叫什么呢？官贵卦。一个家宅里面有没有贵气，就要看正卦。东方也为青龙位，正卦是一定要走沙的，越高大越好。但这个沙不一定要那种静止的，你比如说可以放高大的音箱，起到振奋人心、鼓舞人心的作用，提升精神力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说正卦走水的话，长男或者说家里面的男性比较容易不成气候，事业也是一样啊，家庭关系上容易被老婆骑在头上。比如说我吧，我搬家前搬家后，2套房子正卦位置都是厕所，所以我每天回去要给老婆做饭、洗衣拖地，然后还要被骂。新的房子就好一点，我在西方放了一个鱼缸，中和了一下，情况就好了一点了，事不用我做了，但是被骂还是免不了。所以说正卦走水的话容易说长男不成器，软弱无能，沉迷干那种低级的娱乐、低级的享受，什么吃喝玩乐，然后无心工作，甚至是会在外面惹是生非的。那么正卦有沙的话，这个就比较富贵，人会非常有朝气、自律，有责任感，有目标，充满正能量，有精气神。可能有人说，我家住在海边，整个东方它都是海啊，那咋办呢？实际上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是什么？太阳。如果你家东边是一片大海，但是你每天早上都能看见太阳从海平面升起，阳光能照进来，那就不用担心了，这就是最漂亮的沙。另外再补充一点啊，正卦走秀沙特别容易吸引异性，尤其是那些崇拜你的异性。那么对卦为偏财卦，如果你是在做生意的人呢，那么对卦一定要处理好。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口、嘴巴。所有做生意的人都需要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没有哪个做生意的人是闷声不响的，对吧？同时招桃花的能力也是对卦，说白了对卦就是让你说话有魅力，招人喜欢，容易吸引别人。所以对卦是一定要走水的。那么对卦走沙会怎么样？说话不经大脑，得罪他人，口舌是非，说情商低，对吧？出门在外口碑不好，吸引不了别人。假设你是销售，说服不了别人买你的产品，甚至严重的引起口角纠纷、争斗等等。那么最后一组乾巽线，乾巽卦实际上哪怕反局，其实问题都不太大。前面3个只要占其2，基本上这个家宅就还可以啊。乾巽只要干干净净漂亮就行。乾为寿卦，这也是老父亲的卦位所在啊。其实乾卦这个位置，沙也行，水也行，都可以。只是说这个沙不能太过分，不能太高。很多人都听说过所谓的火烧天门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西北角是灶台吗？那对男主人的心脑血管呢，脾气暴躁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多少会有一点这样的影响。但一般来说呢，需要多重叠加，影响就会比较明显。比如说乾代表什么？戌、乾、亥，对吧？猪、狗、龙、蛇啊，再加上你的男主人，再加上你年纪大，流年大运，你的八字，
最终会呈现出这样一个综合的结果。实际上乾卦是福、禄、寿、喜、财汇聚的地方，但沙和水的组合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假设你家的西北角有一座很漂亮的山，那么它虽然是沙，其实也代表着你能够长寿。如果西北角是很漂亮的水呢？那你不仅会长寿，你还会很有能力，尤其是特别有当官的能力所以这叫天门来水，同时还有一点文昌的性质。那么巽卦呢？巽卦主长女长媳，巽卦它又叫什么？寅卦。所以巽卦如果见水的话，阴气太盛，你的女儿或者说家中的女性就会出现那种所谓的新时代超级独立女性想要分离出原生家庭，这种独立意识想要为所欲为一个人去闯天下当然啦，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独立女性，你就可以让这个巽卦见水但是要漂亮的水风水或者说阳宅风水，从古至今大多是以男性为第一视角的，毕竟古代基本上就是男子当家做主，所以风水上面阳宅的调整都是围绕着如何帮助男子成功的所以如果你是女强人的类型，或者说你家里面是女人当家做主，男方是家庭主夫的，那么杀水道就倒过来反局就行。说回巽卦，巽卦走水的话，还会让这个长女非常爱玩，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容易私奔比如说找一个父母非常不喜欢的人呢，然后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甚至还会爱上老翁，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人。但是过路阴阳还有一句话，就是巽水一瓢可救贫。当你陷入绝境的时候，巽水反而会帮你渡过难关。但怎么进入绝境的，你别管我有个客户，原来家里面非常厉害，后面出了点问题，但他就是巽卦上面有个游泳池陷入绝境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些回款，给他撑住了，现在已经完全缓过来了，重新回到了正轨上来了。不过我的建议是把它填掉，他们那边是不想填。那么如果巽卦走杀呢，长女或女儿就会变得温文尔雅，既聪明又能干，既有道德又有能力。同时巽卦也被视为文昌卦，家里读书人有文化的人就会比较多。好了，那么每一个卦位我们都讲完了，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看自己家里，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或者也可以跟朋友们吹吹牛，当一回风水先生。但是我的建议呢，不要只靠一个视频就去做很大的改动，因为这仅仅是入门，要完整的看，没那么简单。这8个宫位呢，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卦与卦之间有不同的组合，对吧？相不独论嘛。同时这8个卦位以外还有外煞，那不同的煞还有不同的解法自己可以试一试摆摆看，买点中国结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但切记不要轻易去显摆，要乐于助人，又或者把家里弄得奇奇怪怪不三不四的，这还是得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的学习才行。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太虚，下期再见。